你看我的这个职业啊，就是说掌握别人的秘密，对吧？看着别人死，有更多的苦难，就叫波涛汹涌般的向你涌来。我刚刚把一个悲惨的老人送走，怎么还要更惨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哎呀，这个工作挺好的，为什么挺好呢？我们连死人都感谢我们。我经常是听到最好的感谢词，就是说我在天堂等你，我在天堂等你。没想到，李晨阳带我们拍的第一个一定监护案例，就充满了争议。你可以露面吗？这个没啥，这个不是外厂外头有这些问题。侬呢？没事。侬解决侬啥问题啊？解决我拿他房子搞不赢。房子搞不赢，侬养老呢？养老没就有一样的吧？那你是这个，反正生病住院都让他去陪你去了，啊，是吧？没他不行，没他不行，生活上也要他照顾，都要他。哦，所以你生病了着急了。我去了呀，我说怎么搞的？你这个工作怎么搞的呀？哦，你让他带我去，带我去。哦。我很想来见你们了。哦。我哪一天跑了，事情没做好，麻烦了。好的。老张是胆管癌晚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只有3个月了。老张希望指定桃姐做他的监护人，替他处理生命最后的一段旅程，以及死后的所有事宜，而且想在遗嘱中留给桃姐一套房子。你结过几次婚啊？结过几次啊？没能结过一次。离脱了吧？老早离脱，小人7岁的辰光。小孩7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后头再婚了吧？没再婚啊？那你是在上海吧？你是来了北昌，上海本土北昌。北蔡有来往吗？有来往吗？有来往啊，昨天晚上在我这里。他知道他是谁了？知道，阿姨叫了对阿拉不得了。你儿子知道你有多少钱吗？知道你有2套房，以超晓得侬多少吧？晓得吧？我回来给他一套房子。你这给他一套房子，亲房子不要搞。你晓得伊情况吗？晓得个。就知道你怎么和他认识的是吧？老早10几年前头。10几年前，你怎么和他认识呢？侬刚刚。我接房子，他的需要房子嘛，我有一套房子供来，我做给他。老张是房东，桃姐是租客。起初桃姐看不上老张，但耐不住老张苦苦的追求，他给桃姐洗衣做饭，每天接送桃姐上下班。就这样，他们一起生活了10几年。他是裁缝师傅。后来就房租就不收了。这个弄了有经验。后面不收房租了。他脾气确实。一个急是吧？我脾气是超。人好吧？人对呀，他对我好呀。现在都是我给他弄。都是你在弄啊？他腿脚不方便，什么都不能。你现在就是2手一摊，翘别，打一仗，我什么都不管。他现在是不管，我天天什么都做。我反正一生气。洗澡现在又不能洗。一生气。皮肤不好。本人委任桃姐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和未来监护人，你愿意的啊？反正已经10几年了嘛，对吧？你愿意吧？愿意的呀。不愿意明天就走了呀。对呀，不愿意老走了。他糊涂了，你甩不掉了啊！糊涂了。双方你情我愿，一切都合情合理，但有一个问题，桃姐现在仍有婚姻，她和丈夫的离婚官司还没打完。
离了老早离婚的，离好了已经，不可能。但是儿子我还没结婚，我最开始协议离婚的，离过婚了，儿子2个小孩不知道，最后小孩知道了，不行，非得要逼着我们复婚，不复婚，他们俩不行。小孩用不离婚不结婚不出嫁。7年了。来要挟他，要挟也不是要挟，实际上是希望你们好。希望好什么好啊？夫妻2个人，我跟他俩本来就分开，没有感情，几10年分开了。好的。你要做2件事。异定监护往往意味着监护关系的重构，它的宗旨是解决当事人的照顾困境，最大限度实现其自主意愿。但在现实中，自主意愿的实现必然会遇到种种限制。好吧，好。老张指定桃姐做监护人，并无不可，但这背后隐藏的情感关系，又让异定监护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困境。现在这个情况呢，他们俩的非法同居了，他如果是监护人，变成我们就是认可认为就变相认为他们俩住在一起是合法了，然后老公他会这样子投诉我们，对吧？我老婆之所以敢这么大胆跟他住在一起，因为你们公正了，他会这样理解。我想知道谁监护就谁监护，这个的确不错啊。但是如果你这2个人之间存在有违法行为的，那肯定是不行的。侬记牢啊，你心目当中可以把他老婆，但是对外不能以老婆相称啊，否则她现在老公可以把她抓起来的，说她重婚罪。记住啊，她现在是代理人、监护人，不是配偶。你是希望她做你未来老婆，对，必须等她离婚了才可以，知道吧？这并非是李晨阳第一次接待老张和桃姐了。老张当下的照顾困境，桃姐的婚姻难题，李晨阳都有充分的认识。到他这种年龄，病入膏肓的人，是希望通过财产的馈赠，得到他晚年的尊严和保障。他还是为了活嘛。但是这个活呢，他因为没有身份关系的，还要通过异定监护去解决。他们2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不道德的，也是社会上不承认的、不认可的。他们值不值得用法律的形式去保护他残存的那个生命的过程？很多人说啊，你们这种关系我不受理。这个在法律行业一直是在讨论的，一直在讨论。举高一点，举高一点，来，看着他，看着他的手，拍照。好嘞。来，你去复印一下，等会儿你来签个名。啊？哦，那是倒啊！倒不脱，当然倒不脱了，啥地方好倒呢？倒是倒不脱。倒不脱。耗了我很多精力，所以说我现在吃东西要补充一下。就是男的是婚姻是干净的啊。就是单身，他委托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是有婚姻的，他们2人都住在一起，可不可以啊？这个老头的儿子是知道的呀，昨天还送提胖过去了，对吧？陈建元，你觉得呢？哎呦，开始啊，可以了。你不是都掰了吗？所以我觉得可以啊。人家说可以啊。你觉得老同志能接受啊？不能。为什么？异定监护的公证受理之后，公证处会有严格的调查和审核。不出意外，老张和桃姐的案子，审核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2人重婚呀？他怎么叫重婚呢？那明知这个女的有老重婚要抓也是抓女的，不会抓老头的呀。抓2个。不是，高老师啊，他这个人都快死了。这个老人跟这个女的，这个已婚者住在一起，做结婚妥当吧？哎，不好听就睡在一起了。如果倒过来，有夫之妇委托一个未婚的，那当然是不行啊。现在倒过来也不行啊！你看，他不睡在一起了。哦，可以啊，他如果不是真的是访客的，纯粹是。高老师，照你这样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以后都要查受托人的婚姻了。应该没有了呀，应该我没说做，我早就说你们没有了，你们都不做呀。什么？
受托人的配偶当这有意见了，你们都没做呀。哎，受托人打什么？这个制度的核心保护对象是谁啊？你做监护人，你老婆反正天天晚上不回来，天天照顾他，家里老人不照顾，那关你什么事啊？怎么可能配偶？你情我愿呀，影响家庭生活了。意定监护是本人意愿呀，和受托人打什么干？受托人配偶大概同意。你照你这样讲，哎，你这个逻辑上、法理上就有问题啊。来，组长，受托配偶同意吧？应该我们没做啊，应该受托人配偶。那你照你讲，就是说啊，我委托你来，你们夫妻关系好不好？给我老实交代了。不是有问了老婆配偶是不是有意见？人家本身就20年不联系的，就不联系，人家没解决，为什么不离婚了？叫离婚啊！你该离婚，你以为离婚那么容易啊？那么你不要弄啊！我们这个有道理些，你没离婚，你跟个老这是我公民的合法公正权益啊！你没离婚，跟个老住在一起妥当吧？你夫妻上交，人家的作风问题我们不干涉，知道吧？不对，这个道德底线，工作要讨论的，能行吧？哎，这。楚谦，你现在有点那个一意孤行，听不进去意见。你有什么权利阻止别人的权利的行使啊？就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为什么说吸毒的那个人说？很简单，我跟你讲，他用他个人的价值观。那照样讲，我们所有的监狱的所有的犯人的公证都一律不受理。第二个，办所有的公证，先问受托人，你家庭和谐吧？哎，你要离婚吧？你配偶同意吧？别讲。违法社会公正肯定是无效的呀，受到大众社会指责的事情，你还说它有效吗？为什么叫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我觉得不只是对审批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挑战。如果我们案例出现很多案例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我们就走不到今天，就让你停，不让你办了呀，我们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我们就是公证处严格把关。当然，这个就算办下去，未来还是有纠纷的啊，肯定是有纠纷。他意思就是明知有纠纷，你还是不受理他干嘛？明知有纠纷，你为什么要受理？就人家就不愿意做，你为什么要做？这也是我的矛盾点。我也可以不做，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要决定一个自己的事儿，挺难的。你真的是说了不算。这个老头今天打了好多电话，昨天打了很多电话，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他人生终点，能够让他安稳、安全、踏实。当然了，是对他而言啊，但是将来麻烦都是这个桃姐的，当然也包括我们公证处啊。但是能让一个人踏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嘛。在中国，议定监护制度被写入民法典不过6年的时间，老张和桃姐这种复杂的案例并不少见。但也正是这种案例，在探索着议定监护的司法实践，应对着不同的老年困境。2017年，李晨阳做了国内首个议定监护生效案例。8年间，他经手了超过1000个案件，其中多数是老年人。他们是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等等。请进，来这边。他们需要监护人签字入住养老院，需要有人在医院帮他们签字做医疗决策，还需要有人帮忙安排后事，需求纷繁复杂，但件件都是生死大事。就是把你人生的各个部分用公证书把它给弥合起来、弥补起来，把它补起来。好久不见。没什么变化吗？他们找到的监护人
也形形色色，这个事呢，从现在开始有亲戚一直到你去世，包括把去世后的事情全部办完。寻不到，那么寻啥人呢？保姆、那么伊拉可以不啦？侬把伊当儿子，侬伊把侬当爷，像亲如一家人。房产中介、侬是帮伊房子卖脱认得一个啦？卖脱认得，伊到我搿搭来过房。楼下的小吃店主，天天去吃，基本上是。每次付钱吗？每次付的。甚至是网络偶像。你看，低了我白头毛啊！这个对于上隔壁邻居对吧？隔壁邻居啊，低了我白头毛，诈骗呗，哪啊，随便。李晨阳要核实双方的信任基础，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都他写的呀，这他的意愿呀，不是戏言啊，是要做的。不是我就照顾他，就用他退休工资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办的。议定监护的周期漫长，长到是某个人的余生。一旦签署，公证员就可能和这个人深度绑定，直到死者安息，生者平静。发火呢，哎，有委屈啊，哎，委屈呢，朝我发，朝着空气发，不要朝你老娘发。我来讲才是硬道理，我来讲退休工资拿得高，对不啦？反正伊老开心，对不啦？顾媒体是侬啊，搿办好了，我不是叫李晨阳吗？这是李晨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蒂的影像。李晨阳，，上海市普陀工程师，红图上敲好了，伊那个苏律师搿只组织啊，就好帮侬了，正儿八经的，就是侬个代理人了。顾梅蒂92岁了，一生未婚，无儿无女。他想住到养老院，但没有监护人签字。最后，顾梅蒂指定一家公益机构做他的监护人，送他入住养老院。那么我明早就好去。那明早就去。明天就去养老院，要不这几天付我这工钱了。一天300块是吧？对。那人家没工作了，你照人这样讲。你这样，你把他带进去。那我现在就进来了啊。灯有的。来过来，我一起去的。老人家是在家里去世，在养老院去世，在养老院对。这东西都没动过。没动过。顾梅蒂没来得及留下遗嘱，这给李晨阳出了一个难题。在遗物清理中，首先发现了大量现金。有零有整的。来。接下来是一捆存折。哎呦，这么多存折啊！有用，你看这是这些，不如像这几个它封起来的，但是有用的。不到178个，这老太挺有。是啊，可惜。你想说多少？没用到。没用到呀，差不多。算上房产，顾梅蒂的遗产价值将近500万元。他还有哪些亲属？该谁来继承？李晨阳找不到任何信息。是他经常联系人，他做口腔都在这儿做。常护险呢，常护险公司的人也是来这。没啥东西。这里面都是衣服，这没有。哎呀。邻居们也拼凑不出顾梅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古怪的老太太。她很要强的，不求别人的。他一看喜欢我家的2个小狗，小狗也跟他就喜欢唠唠。他说：“哎呀，一起来在家里没人说话。”他说：“我这个2条腿就是没劲啊。”我说：“对呀，要有个人陪你呀。”我们分头去找这个继承人。居委会，你再问看以前有没有联系的地址电话。我再问一下吧，因为我之前是问过的。
他是说没有的，肯定没有，体现不出任何人的，只有他一个人。就是他们居委会当初不是老年拐告，对，他不是帮他找家属吗？找过的，而且派出所他们也特意去问过的，就是没有。我反正再找找，我跟居委会再说一下。好的呀。好。翻看档案，才知道顾梅蒂是一个孤儿。他年幼时被一个顾姓地主收养，与他一起被收养的还有一个男孩。哎呀，这个男孩长大后娶了地主的亲生女儿，随后顾梅蒂离家独自谋生。现在唯一的信息是，这个男孩叫顾梅根，已经去世。顾梅根有2个女儿，他们是顾梅蒂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但是姓名不详。根据他的那个去联系，还真能找到，现在太难了。我到派出所单位都去过了，没有，就根本就没有。也有可能是这老太婆杜撰的，也有可能不知道，因为没有啊。但是他档案里有这2人名字，他如果没有还好办，他写了这就挺难办的。这个案子将来怎么处理，我也头痛，这个做成新闻了，哎呀，太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公证处主要的重点就是寻找继承人，老人的继承人。他这个哥哥姐姐的这个2个小孩啊，曾经看过他一次，据说啊看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那么老人也没有他们的电话。你们是打算寻找多久？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办？现在就是这个对对对。这个案子比较烧脑，我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是我也希望有所突破，因为，在社区里面存在这种叫闲置的无人继承或者继承人寻找不到的一些闲置的房屋。那我们就今天来寻找一下吧，有没有人知道啊？就我们现在就知道的话，就是顾梅根。哎，您认不认识？知不知道这个顾梅根？如果符合条件，那不管怎么样，可以来试一试，因为也不是坏事嘛。顾梅蒂这个调查就这点，目录里面就这么5页纸。应该在的。据说这2个人找过老太，老太也很生气，侬来做啥？就是譬如我死了，不要来。但是啥辰光事体啦？怪不得，我跟你讲，顾梅蒂这个老太啊，实际上有点吃醋的。我和我哥一起被收养，他成为上面女婿，那我算什么？那我就是童养媳了，对吧？你们是夫妻，你们整个一家人，那我算啥？外人了。顾梅根有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如果有，赶紧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62780648是我们的帮忙热线。热搜了，这个竟然只是上热搜有进展了，人没找到。八卦归八卦，就很多人看了，哎呦，快点了，就是孤寡独居，就不想这个结果，就挣了一辈子钱没花掉，然后关键人还找不到，那要么就写遗嘱，要么就花掉。笔能拿过来，你自己看。哎，可以啊！哎呦，你现在是暂时的困难，对不对？这病治好了，恢复了，啊，这不就行了吗？我先问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子超呀。哎呦，70几年出生。这是抢救室里的一场一定监护，包志昌等不及了，他患有尿毒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指定照顾他20多年的女朋友秀琴做监护人，负责他的生养死葬。为什么指定秀琴，不指定你兄弟姐妹啊？
上次你姐姐不是来了吗？你那个外甥也来的，为什么不指定他们，就指定秀琴啊？他跟过来这么多人，人是很好，待我很好。那我相信他了。相信他啊，就照顾我呀。照顾你啊，一直照顾。这一点，就可以了嘛。照顾你，就这一点就可以了，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对呀。我常常讲，侬去开结婚证么好嘞，还是不开啊？喏，你想开结婚证了？我操！你和他想开我了？问我，他这个人怎么好开呀？不行。是你不愿意了。那么现在怎么行啊？你个几分开心，我几分是啥？鲍志昌希望将仅有的一套房子，甚至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秀琴，但其实，鲍志昌还有一个亲生女儿，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哎呀，是不是因为你女儿连把姓都改了，你就觉得不是你们家人了？那从来没得的。不是，我说姓不是都改了吗？姓都改掉了。姓改了，还是从来不来看他的。我几次参与他都不来。哎呀，这个东西我没见到你女儿，我不能说她不好。她是一个你们婚姻不幸的无辜的受害者。是牺牲者。对吧？是牺牲，因为你想她10岁啊，她懂什么？她总要站一边吗？那现在这个可以啊，我们凭良心都给他，我们都不要。哦。这是自己的良心问题。对，自己良心问题。这是公证受理了啊，今天正式受理了啊。不逃了，他怎么地方还逃。他也想逃。最后一层这个也送了。对，签名。不要漂亮，只要你签出来是你的字儿就行，好吧？一路走写的蛮好的。这写的蛮好的，可以的。现在不好了。现在就是肿呀，肿就写字难呀。秀琴的婚姻也是不幸。20年前，秀琴离婚，儿子跟了前夫，她在农村没了家，也找不到工作。鲍志昌在上海做保安，他给秀琴谋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秀琴感激至今。好吧。老先生来。你可以看一下的。这并不在这来。钥匙之内，刚才说的之外。他吃的什么？代斑粉是吧？牛奶，生的。他只能吃这个。对。那一把啥么子天，我不什么都不能都吃。那你照顾他要挺辛苦。多喝水，你水多喝。这个他才能我了。我看他会给我吧。他还是。男人离不开女人，男人离不开女人。你要跟他说一下。男人就没有这样仔细看这种女人。好，完了啊。好了，可以了，解馋。来，收好啊！我下次还会来啊，继续保持着状态啊，只会越来越好啊。治好了回家啊。好，谢谢。回家。再见啊。好，再见。走了，没什么你。女儿不来看他也正常，啊，多多少少受他母亲影响。人都是这样子，我生重疾了，你子女不来，你以前是受害者，我现在就不认为你是受害者。咱站在每人角度没错，啊，你前妻抛弃我是不对的，啊，人家说那我们要生存下去，所以说在家庭事务当中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角度不一嘛。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奉献，对吧？男人这样，我就像这个女的，服侍20年不多的呀。别再莫名其妙发火就行。不是，他没解决我问题，当然要发火了。调查2个月没有查，我当然发火了。装订，啊，放在这边，他说我要1个礼拜才能装出来，这怎么可以呢？你根本就是压倒一切的语气在谈话，一点都不平等。我们只要结果就行。发火是有用的，发火不是为我自己，
瞎呢？是我的当事人啊，对呀，就行了呀。对呀，我们没有能力发火呀，我们只能说你。我要学着一起发火，但就是我就不显得我的火大了。你的意思就是你就是说默默的承受了一切了。对，非啊，你看发火，他把我赶出群了，发火了就想有我，权力圣杀了。哎，他要我写检讨了，你看是不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是不是啊？没什么好气，烦死。烦死了。你自己就按照你自己原来的样子，不要烦我们就行。顾梅地的继承人没有下落，但是他一下多了很多亲人。喂，你好。哎，你好，我是那个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的啊，我是那个公证员李晨阳。哦，你好。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是一个姓顾的年轻人，说是看到了顾梅地的新闻，家里人催他来打听一下。那应该是我老太太吧？你老太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啊？就是我爷爷的爸爸。你爷爷的爸爸？那太爷爷了。对啊，就是太爷，我们这边叫老太嘛。太爷是个男的了，这有点对不起来，我告诉你啊，是对不起来。想认领500万，但是不对，这个肯定不对。说是顾梅地的。第二个人给李晨阳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山上采药时碰到了顾梅地的姐姐，借给了他100万，用于寻找顾梅地。喂，你叫李忠是吧？你不是写了封信吗？那么到时候采药遇到他呢，和他问你借100万有什么关系呢？你一个老人家怎么会给你借100万呢？他借100万来收拾这个讨债那个讨债的。好，就这样啊。就这样。这骗子一个，骗子就来了。第三个人只发微信，却从来不接电话。号码。他说我今年70岁，挂了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有可能人家挺漂亮，但是他不给我看他朋友圈，他是职业诈骗犯，我觉得是，就因为之前2个打电话，人家就打就行了，一看就是想中运气。故事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你看啊，这是挺有一部剧的感觉，还故意做旧啊！我以为这是旧的呢。你看，顾梅地不是顾老，他是因为当年吵架走失了，在金钱面前，真的什么丑陋都可以暴露出来，真的眼馋啊，500万啊，真的好啊！这500万的财产，顾梅地攒了一辈子。哪怕住到养老院后，他还曾3次偷偷跑回来，把所有的现金、存折一遍遍清点好，锁在了这个抽屉里。但他从不舍得花。李晨阳记得，在冬天的时候，他宁愿盖3层棉被，也舍不得开空调。哎，我给他拿个空调不开了。我要空。那么养老院开空调能哪边？这个吧。养老院不会让你盖这么厚的被子的。他还曾告诉过李晨阳，他更愿意把财产捐给社会，而不是留给没什么交往的亲戚。就他的愿望本质是不想给他近亲属的，他就没有丝毫的考虑说我要给多少，但一点都没表露出来，他没有。6号啊，搁公证室我帮他把进去了啊。他也没有口头遗嘱，他也没有录音录像遗嘱。那法律已经规定好，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小孩代为继承。我们是法律的实施者，我们必须忠诚的，一丝不毫的去遵守这法律啊。好吧，如果你这边家里面啊不想，这就是我的遗憾嘛，就是我没有完成他的意愿。但是顾梅地的法定继承人仍然没有一点消息，这500万的遗产成了公证处的难题。你又登报对吧？又发广播，又寻找下落，穷尽所有手段，他是不是就无人继承？前来继承的一个表现？继承人下落不明，不是说无人继承，这个案子和无人继承没关系。我觉得你的方案可以更积极一些，要是
要么以这个老太的名义搞个公益事业。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否则你钱存在这里，它永远是。表露过的，我要做公益的，那具体的还没定。那你就死掉了呀！你这笔钱放在这里，它就是一笔死的钱，没有意义。那当然，我得先穷尽一切办法先去找继承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呀。这个是前提啊，你不如果否则的话，你不能采取后面。你公证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你找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方案是什么？不会给社会、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的话，你这个方案你只是解决了呀，你人为的给他强制的画了一个句号，没有意义，跟没做也差不多。如果从我们这个点上去撬，应该是推动民政、税务，对吧？登记部门，就大家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走下去，我们公证处的权啊少呀，没那么大权呀，我怎么可以？你能不能把眼光放长？不能长远，这个我们依法办事。你这个，但其实这个资产盘活了以后，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哎，就算是有一天继承人出现了，要跟国家打官司。这倒是个问题。如果他来了，你按照没有走了，然后他来了，然后要跟国家要这部分钱，那确实是个问题，啊。但现在这个事儿就是讨厌呀。那个血透了，血透。喂。哎，我问你啊，伊拉内容晓得了，伊死脱了吧？晓得，侬可以讲啊。帮伊讲，伊啥反应啊？没啥，一直讲啥样讲，伊从小没养过，现在你这样哎，17号上午他愿意一起来吧？你能和他一起来吧？杨去买好吧？好吧，你就说你爸爸写过遗嘱，你说遗嘱呢，我也不知道内容，公证处通知你，让你去，或者等会儿你把他女儿的手机号码发在我手机里面，发在我微信里面，好吧？好的。遗嘱必然涉及到财产的分配。这是家事案件中最棘手的部分。鲍志昌的亲生女儿会对此有什么反应？李晨阳心里没底。哎呀，你看我这2天都是办去世后的事，这种事儿，如果都能解决，那就太好了。啊？那女人不干嘛？30年不离系了嘛？但不知道他听到了1分都不给他是什么想法。就是当他看到这份遗嘱，他肯定是激烈的反应，就当下有激烈反应，但是他未来会趋于平缓。对吧？当然，他这个情绪有的时候还没办法卸掉、释放掉，他会把这种情绪转移到法庭，就是你公证没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就是不接受，因为这个公证遗嘱就是你公证处办的，我怎么能相信你公证处呢？对吧？你公证处不公啊，耗时、耗力、耗神，对吧？说是维护正义，家事案件当中很多不是维护正义，叫维护你那正义的情绪。身份证、户口本带了吧？带了。你的呢？你给我，死亡证明你也给我。秀琴和鲍志昌的女儿就这样尴尬地并排坐着，没有任何交流。
等着李晨阳把话题挑开。包世昌离婚的时候，你成年了吧？我没成年，我小学。跟着谁啊？那个时候跟的是我妈。跟着你妈就跟着我妈。这抚养权就是跟你妈了。对的。但是好像，你们住的不远啊。对，我们住的不远，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我。没看你啊。对的。就平时反正因为从小他没带过你嘛，也不太来往，对不啦？不来往的。不来往啊。不来往的就是怎么说呢？做父亲也不太合格，是吧？不是不太合格，是压根就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人家一条笔记消息发过来，叫他去打麻将，我发高烧，再见，拿卡拿着插头去打麻将，我妈还要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看病。即使他去世到现在啊，他本人都不知道他生出来这个女儿是先天畸形。他确实。他不知道。哦。他不知道我是先天畸形。是什么？是脚不好是吧？不是脚不好，是我内脏的发生。心脏是吧？反胃。你现在结婚了吗？我们结婚，我不结婚的理由就是我不想像他一样遇到一个人渣。好，那这样啊，那个这个阿姨你我不认识。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不知道了。其实，我怎么说呢？因为拿子文娱嘛，对不啦？总归我们离得很近，但这是他第几个阿姨，我不知道。这个你看一下。好，那么是这样啊，骨灰呢是这样的，你爸说，哎，随便嘛，包什么随便啥嘛好嘞。所以就是树葬和海葬。我想上飞了都没这目的，他们基本都自己动农业。随便弄，就是你的面子上过得去了，或者你的感情有托付了。不是，他们我们那边的人。你不尊重他的想法，他让你海葬，还有那海葬补贴5000，你拿到手3000。政府就鼓励嘛，节约土地嘛。你倒是起劲不得买屋的。别脏啊！你知道5、6万，我买过。5、6万，丧葬费才能拿多少钱？7万。7万，5、6万拿掉了，这个已经一条龙1万多了，还有钱不啦？钱他是没有。你有钱？我不是有钱，我这是我的良心。来看。好，随便你啊，你们风俗呢挺好，但是也要根据各个家庭情况，你也不要在意别人什么闲言碎语。他知道我这里没好，所以你这个买几个好像是帮我考虑的这个东西的。你在外面坐一会儿，弄到俺这，等一下我会教弄，好吧？好。他呢是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说句老实话啊，我也不想把这个遗嘱读给你听，但是还是你有知情权，你有异议权。虽然我也挺佩服你，你今天能来，从结果上呢，没有什么任何东西，但是我预料到的，人总归要探秘一下，到底他是怎么写的，他是不是还牵挂我？但是他确实没有，他把所有财产、房子，全部都还是给这个秀琴。秀琴呢，从我的感觉啊，还可以，我原来也就怀疑他。我只能这样说吧，就是我对他没有抱过任何期望，我从来没觉得他会把遗产留给我。那我问你，那你今天还来干嘛？叫我来呀！我刚我来，我配合侬，我预计了不我讲我来做啥？我配合侬啊。那我要还他一个信息，看妈，我没说错吧？他还是个人渣。那是这样的啊，如果他不想要这个房子，不是不想啊，他说我要卖掉，我不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有的人确实有，我不想，我卖掉。我说你卖掉之后拿一部分给你，我是想做这个调节。如果他愿意给你，你愿意接受啊？其实我接受，我也有负担，就是突然间他给了我，那我还要思考，他买的目的我是不是还要去扫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欠你的。对，我不原谅他，这一点我明确的，他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他的。所以我今天给你讲的东西啊，他尽管是不负责的一个男人，但是他无形当中用他后半生悲惨的生活。那我们有照片呢，那手这一段特别粗，就是打的都肿掉了，你知道吧？不管你是可怜他还是痛恨他，反正他最后就在这边去世。没办法，也只能接受，好吧？好，那么这样，哎呦，你也太豁达，都觉得不好意思。哎呀，
你性格太好了，湖南的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能活下来不容易。他对这个遗嘱没有异议，他也不反对，他也不会起诉你，给你他也在他预想当中，你知道吧？今天就给你受理了，好吧？啊，好的。你这个妖哦。我肯定这个有。但是我2点啊，他女儿非常好，当然你非常的辛苦，你也属于叫，站他女儿讲呢，阿拉爷有劈他一个女儿，啊不是，就是说你呢，他有肾炎，身体也不好啊，又没钞票，侬看中意啥？是的。就是大半养老呀。不是，当辰光伊叫中物质生活，侬做得老苦的辰光，至少3年也不得用的。那么要是人家教授这个物质生活，给人教授的老轻松的，去看自行车。就这个事儿，一下子感谢他了。感谢。我这个钱是他的丧葬费是好去捞了是吧？苹果公证书呀。没有用的，他不给你办，你说我这个是公证书。第二个，我有丧葬费的发票，是我办的。第三个，你可以到居委会去了解，居委会知道你的吧，对吧？对，是都是我办的。他们说这个没有用的，没。刚刚这个配偶还是子女还是就啥的，你父母啥兄弟。你说小姑娘没意见的，你可以打电话给小姑娘呀。你这样讲，找邢台领导来，帮我出一个书面的东西，说我不允许领的证明给我。好，再见啊，拜拜。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挺好。今天，我很舒服，我觉得啊，就是不是我预想的，都是。我觉得这种案子很好。这个女儿很豁达，她越豁达越开心，我有点难过。她应该表示愤怒啊，她怎么就没有表述愤怒？又让我重新认识，这世界不是让你看这样的黑暗的，对吧？我们的人很坚韧，不原谅，但是我不会采取极端行动去报复，对吧？我用我的豁达，我勉强的微笑去看待这个事，挺好。不过，秀清还是没能领到包志昌的丧葬费。议定监护的公证书不管用。喂。喂，你好。是这样的啊，这个人是有权利来领丧葬费和个人账户当中的余额都可以来领，因为我们其他区、普陀区、静安区都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去汇报，最后都受理了。为什么呢？人家有公证文书，有所有的丧葬的发票，你无论从逻辑上、法理上、法律上，还有社会保险的这个法规上，都应该给他去领取的。那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的呀。不是你不说，那你现在很简单，你要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给他呀，你不要口头拒绝呀。您说的对，但是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办事规则。不要规则，我们讲法律的，不是规则，我们讲法律的。您站在您的角度。我不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是站在法的角度啊。什么谁啦？然后呢？这是谁啦？这是一个我做的一个公证。你什么哪里的公证员？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晨阳。啊，然后呢？然后你现在是你的身份是来质问我们什么东西？不是质问，我来协助这个当事人去完成死者的意愿。对，然后呢，我们按照我们这边的相关的规章的。不要讲规定，讲法律，不要讲规定，好不好？我们能受理我们就受理，我们不能受理我们就操作不了。今天我也不怪你，为什么呢？其他区也碰到这种事情，你出具一个书面，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纸头，给他一张纸张，盖个章，说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因此我不予受理。那 OK， 我不找你麻烦。他要直系亲属来申请的，他只是有一个公证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受理。他们是你这个酒店规定弄的。我们也打1233去请教，对吧？他说。那我问你，你要不要拿这个钱？你如果不想拿的钱，我也就不费这个口舌跟你去沟通了，知道吧？拿着了。
真为他气。实际上我后手是留着的，大不了让他女儿去领。这个女儿是听话，那下次换一个女儿呢？对吧？不配合呢，那么就是说，老实人吃亏了。人家贴人、贴钱、贴力，来办个工程就是指望说将来1000万块钱补贴人家，太对不起人家。你说的现在是好了，像这样，但是这里我也不能再少好啊。没说错。对呀，反正钱能领出来就行。这就是新事物发展必然面临的阵痛。一方面是公众对议定监护制度的陌生，就是应该继续做下去啊，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价值。我觉得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那个信息平台的搭建上面。我觉得应该要更加详细，更加便于操作。我们目标是将来形成一个规范的一个立法。另一方面，议定监护制度的实施细则继续丰富和完善。那么我们需要我们立法的实施者去把它丰富的把它填补了，解决老人目前无人照管、照管没有身份关系缺失的这个现实困局。能找到你，我很开心，你知道吧？不是说你开心，我更开心。为什么呢？我的工作可以延续下去了，否则的话对我来说是个悬案。那钱还方便一点，不动产呢，对不对啊？有人家那边哎，所以你们出现，说你找到我，哇，我内心是哎，得盼望你来啊。那么现在他留的这个财产呢，是这样子的啊，一套房子是位于延长西路。那么存款呢是这样子的啊，存款呢一共是2066943块9毛5。那么这些呢都是定期存单类的。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这个遗体呢已经火化了，他是墓地是埋好的，我们去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墓穴证都找到了。哎呦，你这要不已经假了？哦，这个好电动。都买好了啊！这个也好也可以买呀啦，也可以买。那叫人问你想找呀？我讲那我也不晓得，我不是跟我讲，跟他阿姨嘛做墓地啊。哎，一直跟我讲。哎呦，你真的是。那就是把自己的事都安排好了。自己自家弄好啊。顾梅地的财产一项项在清点转移，可是李晨阳仍然惦记着顾梅地生前真实的意愿。因为顾梅地呢，在生前和我们公证处，包括他的社区也透露过，包括也表露过，他生前要进行捐赠，对吧？那么因此呢，公证处的建议啊，从遗产里面拿出20万，以顾梅地的名义捐赠给社会组织和基金会。既然老太太这个想法，你能不能实现这老太太的想法？对你没有利益上造成重大的伤害之下，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职权、我们的工作，把人善的一面，他内心善的这个点把它激发出来。但是最后决定还是他捐不捐，我也不可以强迫他，他不捐我也这个案子照办，我也不可以谴责他。资金毕竟是有限的，好吧？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都签在这个协议里面。你觉得有问题吧？没问题。你们2位呢？没问题啊。好的。开始一讲这悲惨的事，就开始下雨了。所以说要活在当下呀。这个雨啊，就像人的泪一样，
大自然的泪水，可以洗刷你的一切，也可以一直流，就像你的泪水一样，你可以一直流。我们也碰到过老太太，我都哭瞎了眼，眼睛是什么？这儿子不在了，一直在哭啊哭啊哭，哭到后面都瞎掉了，她无法释怀。我们说要情感情绪痛苦转移嘛，有的时候说哦，我可以不哭了，为什么不哭呢？我觉得我有信心了，有人搀着我了。比如刚才我们开会讲，就是说你有公权力机构介入了，我好像挺起腰板，有人帮我了，不是说我儿子不在了，别人来欺负我了。但我觉得整个社会在帮我，他一下子觉得我就可以把眼泪给忍住我的眼泪，我还会哭，但是我就不会经常哭，对不对？痛苦是消失不掉的。所以有的时候，哎，想想。来，我笑一笑。好嘞，大家笑一下。这么严肃干嘛呢？来。好嘞，看这边。嗯。来，3、2、1，好。来。哎，好。哦，谢谢你，我特有名。好嘞，在这里。你走了？我先走了。我很喜欢你啊。没事，我们还会再见的，你在天上等着我。再见啊！以后怎么不要再见啊？天上见。我会追你而去的，你先上去铺好路，帮我铺好路啊。好了，下班了。明天还有事儿，哎，明天很多事。再看看我的币吧，看啊，好东西，最好的这个，然后我就搜集这种题材。拿破仑的遗嘱，我的遗骸将长眠于塞纳河畔，这表示红归巴黎的遗愿。你看他死亡的方式和过程比较荣耀庄重，难道说我们小人物也不值得吗？我们现在有财力，我们也可以刻一个。